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？我们只使用了大脑10%，也许还不到的水平，剩下的90%可都是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呀。听了这个呢，你有没有一种潜能无限的感觉？要是有朝一日能够拿到那把钥匙，打开那90%的宝藏空间，岂不就是神一般的存在了吗？要是你看过超体的话，就会更加感同身受了。说起来，就是冲着斯嘉丽·约翰逊呢，你都值得去看看那部电影的。不过，不管你拿到的是一把钥匙，还是一勺药水，它们肯定都是没用的。实际上，大脑只开发了10%这样一个说法呢，根本就是一个误解。它最早源自于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·詹姆斯的一句话：大部分人其实还没有达到他们应该有的大脑潜能水平。这句话听起来没错啊，但传播的时候却变了味，仿佛是在告诉大家，嘿，其实我们的脑子里面还有很多的空间完全没有使用到呢。于是啊，大脑只用了10%，这个误会就开始变成了传说，并持续不断的影响人们了。再加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，科学家的确也搞不清楚我们的大脑内大量的额叶和顶叶的具体作用，因为即使是由于意外而损伤了额叶和顶叶之后呢，似乎对人体也不会有什么影响，照样身体倍儿棒，胃口倍儿好。于是啊，就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沉默的区域。但后来的研究表明啊，他们才一点都不沉默呢。实际上，额叶和顶叶对我们的抽象推理能力、规划和决断能力、适应环境的能力至关重要。的确，好像他们确实不影响吃喝拉撒，但以上的这些能力呢，才是如今对每个人而言最为重要的东西了。既然沉默区域不再沉默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90%的大脑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个说法有多么的没有道理。首先，从能耗上就完全说不通啊！成年人的大脑质量只占体重的2%，却要消耗掉每日摄入能量的20%，儿童大脑消耗的能量比例更高，达到了50%，而婴儿更是高达60%。如果其中有90%都被这些成天只晒太阳不干活的家伙给浪费掉了，你要是老板，你干吗？肯定不会啊！要真是那样的话，进化早就把他们给裁掉了。好吧，既然这90%肯定没有都闲着，但我们大脑的利用率到底有多高呢？这就要说到它是怎么样工作的了。人类大脑之所以要吃掉那么多的能量，完全是由于它往里面塞了太多的神经元了，高达860亿个。对比一下，大猩猩的大脑里面神经元数量是530亿个，这就意味着啊，即使啥事儿也不做呢，光是为了让这860亿个神经元保持正常，就要为此烧掉1半的能量。但他们不能不干活啊，所以还得要另外花上使神经元放电的能量，才能使信号在各个神经轴突和神经突触之间传递。这下子能量严重吃紧，如果让他们都保持随时待命状态的话，只需要一次信号发射就会造成大脑的全面宕机了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，大脑必须非常高效的利用能源。怎么做呢？那就是只让其中一小部分的脑细胞始终保持在线，并通过一种叫做稀疏编码的过程，最优化信息的传递路径，使它们能够以最少的能耗换来最大的信息承载量。这部分始终在线，可以随时被激活的脑细胞占比是多少呢？进化帮我们找到的最佳比例是1%到16%，这就是通常你在有意识的思考时所必须要启动的那部分了。而剩下的那些呢，为了节约能量啊，他们便处于了无意识工作的状态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是想要同一时间多做几件任务呢，往往越是徒劳。本质上我们是缺少能够多线程工作的能量啊。所以看起来呢，我们的大脑已经足够强大聪明了，强大到它需要极大的能量才能保持自己强大，而聪明到它已经为此建立了一套高效的节能机制了。大脑都这么拼了，你还好意思偷懒吗？想想你可是有数百亿个饿得要命的神经元需要喂饱的呀，如果浪费它们了，就真的太可惜了。奋斗吧，少年！我是火箭叔，关注我，让科学更有趣。